这是哪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半夏，祖父新丧，我不便久留，这是我亲手雕的玉簪，你收好。顾灵，就是你这贼人害我！上一世，就是顾灵把前朝叛党的玉佩放到我的香囊里，导致李府上下全都被当众处死。冷静，李半夏，冷静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今日虽是我的生辰，但我也当去给老太爷上一炷香。半夏，灵堂阴气重，你身子弱，不宜久留，快些回去歇息吧。老太爷走得安详，你也要保重身体。3日后老太爷下葬，我必定再来相送。好，回去等我。满门抄斩，顾灵，这次轮到你了。半夏，怎么连门都不敲？父亲，我要退婚。顾家老太爷刚死，顾灵正在风口浪尖，此时退婚，黎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可是顾灵养在外面的女人惹你不快了？顾灵把前朝叛党的信物塞进了我的香囊里。她养在外面的女人是前朝罪臣沈渊的女儿沈婉宁。顾灵要拿黎家100多口人的脑袋去换沈婉宁的清白，顺便借着大义灭亲的功劳谋一个锦绣前程。此生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证据呢？我把那块玉佩塞进顾老太爷的棺材里。3天后，顾老太爷出殡下葬，那是顾灵原本定下锦衣卫抄黎家的时间，但现在这把火会烧在顾家头上。顾家是清流世家，门生故意遍布朝野。如果这是一场豪赌，黎家必须拿到最快最狠的刀，赶在顾灵起事之前，把顾家连根拔起。刀我已经选好了。爹，备好黎家半数家当，我要去北镇府。黎小姐请，大人已在纸坊等候多时了。黎小姐，好久不见，找我有事？送你一桩能惊动圣听的天大功劳。顾家窝藏前朝谋逆罪证，私通叛党。顾家是书香门第，没有皇上明旨，锦衣卫强行搜查，若是搜不出来，我这个指挥使也要掉脑袋。不需要搜捕，东西在顾老太爷的棺材里。3天后，顾老太爷出殡，我需要你在朱雀大街当众拦棺，开棺验尸。事成之后，黎家每年30%利润，暗中充作锦衣卫的密线。30%利润，确实诱人。但黎小姐是不是忘了，顾灵是你的未婚夫？我若当街劈了顾老太爷的棺材，顾家9族都会死绝。你要当寡妇吗？豺狼若不死绝，我如何能安心？传令下去，3天后封锁朱雀大街，带上最好的破官府，随我去送顾老太爷最后一程。是。黎小姐送来的功劳，我们锦衣卫记下了。锦衣卫怎么还没传回查抄黎家的消息？锦衣卫办案，闲杂人等退散。验指挥使，今日是我祖父出殡之日，死者为大，锦衣卫当街拦棺，莫不是要欺辱我顾家？有人举报顾家私藏前朝谋逆信物，谋逆大罪面前，死人也得给我扒一层皮！一派胡言！我顾家世代忠良，岂容你这阉党鹰犬随意污蔑？你若没有圣旨，今日休想动棺木半寸！冥顽不灵，给我砸！
顾灵，这就是你说的世代庄园？怎么会？这本该是在篱笆下的香囊里。这玉佩不是我的！拿下！顾家满门一个不留，全部打入诏狱。是。李小姐，请。半夏，你果然活下来。我回想起在灵堂看到你站在棺材旁的那一刻，就猜到你也回来了。没想到啊，前世那个天真愚蠢的黎半夏，竟然也学会了反咬一口。哈哈哈哈！你以为把玉佩塞进棺材就赢了？你太天真了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清楚。这一切的真相，从来都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巧言令色、颠倒黑白？你亲眼所见的未必就是真相。半夏，你根本不懂朝堂险恶，更不懂皇上的心思。你和我若不过是被执念蒙蔽了双眼。今日我便让你知道所有真相。哈哈哈哈哈！半夏，你真以为黎家是毁在我手里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前世黎家覆灭，根本不是因为那块小小的玉佩，那不过是皇上用来吞并黎家家产的一个借口罢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黎家富可敌国，掌控着大前半壁江山的粮道和盐道，皇上早就想除之而后快了。就算没有我，他也会找其他理由动手。我之所以选择举报黎家，其实是为了保你一命。你想想，如果黎家落在锦衣卫手里，所有人都会受尽酷刑折磨而死，而由我来举报，至少我能利用这份功劳，求皇上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，不用遭受那些非人的折磨。顾灵，收起你那副恶心的嘴脸吧。你不过是想用黎家100多口人的性命换沈婉宁的自由，换你自己的锦绣前程。说什么为了我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大姐，大姐救我！不要！黎半夏，你比我想象中来的更早。怎么，是在府里坐不住了，特意来求我给你指条明路？顾灵，死到临头，你哪来的自信？黎半夏，别以为你赢，你以为把我关进这暗无天日的牢房，就能抹杀顾家的功劳？我早就留好了后手。在顾家被抄家之前，我已经派人将黎家密库的地图偷偷送给了太子。太子早就对黎家的财富虎视眈眈，只要他拿到密库，拿到那富可敌国的粮草和金银，他就会立刻向皇上求情，赦免我们顾家的罪名。你指望那个晏慈？晏慈不过是皇上手里的一条狗，他根本不敢违抗太子的密令。现在你跪下来求我，把黎家剩下的暗桩和秘密产业都交出来，我还能考虑饶你一命，让你做我的妾室。等太子的人到了，黎家还是逃不过满门抄斩的下场。这是什么？你交上去的那张地图，我早就改过了。这不可能！我明明让人偷的是黎家密库的地图，怎么会变成这个？这明明应该是地图！你以为我会没有防备吗？我早就料到你会狗急跳墙，联系太子寻求帮助，所以我提前将真的密库地图藏了起来，伪造了这本足以让太子万劫不复的罪证，放在了原来的地方。你派去偷地图的人拿到的其实就是这本账册，而且这本账册我已经抄录了一份，连夜送到了皇上的御书房。顾灵，你说皇上是会更恨顾家这个谋逆的乱臣贼子，还是会更恨那个急着挖他钱库、觊觎他江山的亲生儿子？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安排的万无一失，太子会救我的。喝口茶润润嗓子。半夏，喝了它，我给你个体面。有没有事？那杯酒的温度，竟然和刚才晏慈递过来的惊人的相似。晏慈，你不能抓我！太子殿下会救我的！太子殿下会救我的！半夏伪造证据陷害太子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太子殿下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太子，
太子殿下因为挪用赈灾银两的事情，已经被皇上召进宫里痛斥了3个时辰，现在自身难保，根本不可能救你。而且皇上已经下了密旨，顾家谋逆一案由我全权负责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放开我！我是未来的国舅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好。皇上对黎家的寄语，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，随时都可能落下来。顾家的事情都处理完了。顾灵已经被关起来了，顾家9族都在诏狱里。你深夜去北镇抚司，就是为了见顾灵？是，爹，我要黎家的掌家权。半夏，黎家传承100年，从来没有女人掌家的先例，而且族里的那些老东西也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如果不能掌握黎家的大权，前世的悲剧迟早还会再次上演。黎家只能我当家主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活不过明年。掌家权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不是你说要就能给的。黎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，遍布全国的商号，稍有不慎，100年基业就会毁于一旦。你必须证明你有能力带领黎家度过眼前的难关。3天之内解决两淮盐引积压的问题。最近两淮盐运使王怀安突然发难，扣押了我们3000张盐引，导致江南的盐生意全线瘫痪。如果你能在3天内拿回这些盐引，我就亲自去说服族老们，把黎家在京城的所有生意都交给你打理。好，3天之后，我一定把盐引带回黎府。半夏，黎家虽然是皇商，靠朝廷的恩典吃饭，但我们一直坚守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祖训。无论将来你走到哪一步，都不要忘了，黎家的钱要取之有道，用之有道。半夏记住了。那时的随手善举，竟让他成了我如今最坚实的后盾。盐运使王怀安那边，我帮你收集证据。听说大小姐要解决盐引的问题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哼，王怀安那个老狐狸滑得像泥鳅一样，多少老掌柜都在他手里吃过亏。大小姐一个姑娘，怎么可能对付得了他？我看啊，还是得老爷出面才行。把最近3个月的盐引账目，还有王怀安的所有相关资料都拿给我。王怀安是太子的人，这次他扣押我们的盐引，根本不是什么公事公办，而是为了报复我。之前我设计让太子被皇上痛斥，他怀恨在心，就指使王怀安来找黎家的麻烦，想逼迫我向太子低头。这个王怀安竟然公报私仇，太子也太过分了，我们黎家哪里得罪他了？是啊，对呀！大小姐，指挥使让属下送来的。王怀安贪污证据已收集完毕，随时可用。燕慈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备车，我要去拜访两淮盐运使王大人。烦请小哥通报，黎家半夏求见王大人。哼，我们大人正在处理公务，黎小姐请在客厅稍等。等吧，你晾我多久，待会儿我就让你跪多久。哎呀，黎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公务繁忙，让你久等了。王大人客气了，一点薄礼不成敬意。黎小姐今天来是为了盐引的事情吧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实在是黎家涉嫌勾结逆党，上面有令，盐引暂时不能发放，这是公事公办，还请黎小姐谅解。哦，不知道王大人说的上面是指皇上还是指太子殿下？王大人先别急着公事公办，不如先看看这个。这上面记录着你这5年来利用职权贪污受贿、倒卖盐引的所有罪证，哪一年哪一月收了谁多少银子，倒卖了多少盐引，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，还有人证物证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我怎么会有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我把这本账册交给燕慈燕指挥使，你觉得你会有什么下场？黎小姐误会了，误会了。
严隐的事情是下面的人搞错了，我马上就办。大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！王怀安那个老狐狸竟然这么快就被她搞定了。是啊，以前我还觉得大小姐只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家，现在看来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有大小姐带领黎家，我们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。半夏只用了1天，就解决了困扰我们半个月的严隐危机，证明了他的能力。我提议，由半夏担任黎家的代理家主，掌管京城所有生意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二哥说的对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自古以来，哪有女人掌家的道理？半夏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能掌管黎家这么大的家业？迟早会把百年基业败光的。就是，怎么能让女人掌家？我看啊，还是由二哥来担任代理家主比较合适。等半夏将来嫁人了，再把家主之位传给黎家的男丁。各位叔伯，你们说我没有能力掌家，没关系。现在这里有一份我制定的黎家未来3年的发展计划，谁能拿出比这更好的计划，谁就来当这个家主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写出什么花来。再说，计划再好，你也不可能说服北境大军和我们合作。这群老顽固想用守旧规矩来压我，那就用实力让你们闭嘴。第一，收缩两淮盐引生意。近年来，朝廷对盐税的管控越来越严，盐引的利润越来越薄，而且风险越来越大。继续把重心放在盐引上，迟早会出问题。我们应该把资金转移到利润更高、更稳定的丝绸和茶马上。第二，在全国各地设立独立核算的分号，这些分号名义上属于黎家，但实际上账目独立，人事独立。就算将来黎家总部出了什么事，这些产业也能保住，为黎家留下东山再起的资本。第三，与北境大军合作，独家负责北境大军的军粮和军饷调拨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仅能获得朝廷的支持，还能借助军队的力量保护我们的商队，拓展北方的生意。我知道各位叔伯在担心什么，你们担心我无法说服北境大军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晏慈已经帮我联系了北境大将军周毅，3天之内就会有回信。黎小姐，北境的加急信件。周将军在信中直言，北境将士粮草短缺，军饷迟滞。他得知黎家院独家调拨，欣喜万分。既然周将军都同意了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半夏这孩子确实有本事，比我们这些老骨头强多了。我同意由半夏担任代理家主。我也同意。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，那从今日起，黎半夏就是我们黎家的代理家主，掌管黎家在京城的所有生意。所有人都必须听从黎半夏的号令，如有违抗，按家法处置。是。前世我为了顾灵甘愿做深闺妇人，直到临死才知道自己葬送了整个家族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凭借自己守住了黎家。进来。北境局势复杂，周将军虽然同意了合作，但难免会有小人从中作梗。以后有任何需要，你都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放心，周将军那边我会帮你打点好一切。林小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知廉耻勾引了林哥哥，他才会不想和你成亲的。林哥哥绝对不可能谋逆，那块玉佩一定是有人蓄意陷害他的。林小姐，只要您肯出面替林哥哥做保，我愿意撞死在这李府门前，以死谢罪。长安，你记住，你不是普通的孩子，你是前朝的公主，身上流淌着皇室的血液，肩负着复习大业的重任。顾灵是我们顾家唯一的希望，也是你唯一的依靠。你必须牢牢抓住他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不能让他离开你。林小姐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林哥哥吧。瞧瞧，这顾小姐对顾公子真是深情，竟然愿意为了他在这求黎小姐。可不是嘛，这黎小姐也真够绝情的。这顾小姐在这跪半天了也不见，这黎小姐下来看一眼。是这个沈姑娘和顾公子两情相悦，黎小姐因为嫉妒才陷害顾公子的。我就说嘛，顾公子那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谋逆呢？
离家也太霸道了，仗着有钱有势就这么欺负人吗？可怜这个沈姑娘，为了救自己的心上人，都不惜以死相逼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黎半夏生来就拥有一切，显赫家世，金银珠宝，连顾灵曾经也对她那么好。黎半夏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存在，我一定要毁掉你，抢走你所有的一切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赶走！等等。大家都好好看清楚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是顾灵在诏狱里亲笔写下的供状，上面按着他的手印，铁证如山。沈婉宁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民女，她是前朝叛党沈渊的亲生女儿。当年沈渊因谋逆大罪被先帝满门抄斩，是顾老太爷偷偷将年幼的沈婉宁从刑场上救了下来，藏在京郊的别院，化名顾长安，抚养长大。顾老太爷不仅收养了沈婉宁，还从小就给沈婉宁灌输复辟前朝的思想，告诉沈婉宁是前朝的公主，肩负着光复前朝的重任。诸位，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前朝余孽，妄图颠覆我朝。而顾灵为了帮沈婉宁实现这个荒唐的梦想，也为了替沈婉宁洗脱罪名，竟然丧心病狂地将前朝叛党的玉佩偷偷塞进了我的香囊里，想要拉黎家满门100多口人替沈婉宁顶罪。怎么居然是这样？太可怕了！原来他是前朝余孽。亏我刚才还同情他，没想到他这么恶毒。顾灵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想害死人家全家。你胡说！你胡说八道！林哥哥绝不会出卖我的，他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会写下这种供状？一定是你伪造的，是你逼他写的！李半夏，你这个毒妇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查顾氏一族私藏前朝余孽沈婉宁，妄图复辟前朝，勾结叛党，罪证确凿。主犯顾灵已供认不讳，现将前朝余孽沈婉宁捉拿归案，打入诏狱，严加审讯。钦此。不要碰我！我不去！我是前朝公主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李半夏，你别得意，就算你抓了我又怎么样？你哥哥爱的人永远是我，就算得到了他的人，也永远得不到他的心，这辈子都只能是个没人爱的可怜鬼。我从来不在乎一个烂人的真心。真是个不知好歹的女人，活该，罪有应得。半夏，这下你彻底得罪了太子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爹，正是因为太子恨我，我才必须去化解这段仇情。如果不能和太子和解，黎家以后将永无宁日。爹，您先去商号视察吧，我一个人去东宫就可以了。去东宫。李小姐，太子殿下正在气头上，吩咐下来任何人都不见。麻烦公公再通传一声，就说黎半夏有要事求见，关乎太子殿下的储君之位。李小姐稍后，奴才这就去。黎半夏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都是你干的好事，害我被父皇痛斥了3个时辰，差点就丢了太子之位。你安的什么心？殿下息怒，臣女今日前来，非但没有算计殿下，反而是在救殿下。哼，救我？你把那本假账册送到父皇面前，害我颜面尽失，这也叫救我？殿下请看，这是黎家掌控的大前朝全部粮道与盐道的调度总账。皇上年老，疑心极重，黎家富可敌国，掌控着天下半数的粮食和盐田。皇上早就将黎家的产业收归国有。如果殿下真的听从顾灵的建议，抄没了黎家的家产，皇上必定会认为殿下结党营私，觊觎国库。到时候殿下的储君之位才真的保不住了。臣女愿意上交黎家1半的家产，充实国库。这样一来，既能替殿下消除皇上的猜忌，也能让殿下在朝臣面前博一个宫中体国的好名声。
你想要什么？臣女不要金银珠宝，也不要良田美宅，臣女只求殿下向皇上圣奏，册封臣女为户部仓场侍郎。什么？黎半夏，你疯了！大前开国以来，从来没有女子入朝为官的先例，满朝文武都会反对，他们会以此为借口攻击我，说我为了钱财败坏祖制。富贵险中求。殿下，此事虽然大胆，但收益也同样巨大。如果殿下能帮臣女达成心愿，黎家将永远站在殿下这边，成为殿下最坚实的后盾。而且，臣女愿意以黎家全部的财力作保，全权负责北境大军的军粮和军饷调拨，不要朝廷一分银子。北境的20万大军都是殿下的人，只要臣女掌控了后勤供应，殿下就能牢牢掌控北境的军心。有了军队的支持，殿下的登基之路将会顺畅无比。殿下，锦衣卫指挥使燕慈派人送来急信。父皇竟然命燕慈3天内抓捕张大人，这张大人可是有名的忠臣，燕慈这是在向我求援，还是在试探？好。你来了。太子已经答应了，会向皇上上奏，册封我为户部仓场侍郎。我都听说了，皇上命你抓捕张大人，是吗？你也知道张大人的为人，他一生清廉，忠君爱国，怎么可能通敌叛国？这分明是三皇子的阴谋。他想借我的手除掉张大人这个眼中钉。可是皇命难违，如果我不执行命令，皇上一定会撤掉我的指挥使职位，甚至可能会降罪于我。到时候，不仅我自身难保，还会连累你，连累黎家。燕慈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张大人是忠臣，我们不能让他蒙冤而死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找到三皇子诬陷张大人的证据。你先拖延3天时间，就说正在收集张大人通敌的证据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我会利用黎家的商业网络，暗中调查三皇子的行踪，一定能找到他陷害张大人的把柄。父皇，儿臣有本启奏。准奏。儿臣恳请父皇册封黎家嫡女黎半夏为户部仓场侍郎。什么？册封女子为官？这简直是荒唐！是啊，祖制不可违。大前开国以来，从来没有女子入朝为官的先例。太子殿下怎么会提出这么荒谬的请求？一定是被黎家的钱财蒙蔽了双眼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啊！女子入朝为官，违背祖制，会动摇国本的。老臣恳请皇上收回成命，治太子殿下蛊惑之罪。臣等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皇上，臣有话要说。黎半夏在顾家谋逆案中立下大功，揭发了前朝余孽的阴谋，避免了一场大乱。之后，他又主动上交黎家1半家产，充实国库，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。如今，他还愿意全权负责北境大军的军饷调拨，不要朝廷一分银子。如此功劳卓著，理应得到封赏。而且，黎半夏精通理财，善于经营。户部仓场管理混乱，积弊已久，正是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来整顿。臣认为由黎半夏担任户部仓场侍郎，再合适不过。此事容朕三思，退朝。三皇子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要放过，尤其是与北境的往来。主子，这是我们在三皇子与北境接头处截获的密信。为了削弱太子，竟然不惜勾结敌国，伪造张大人的通敌书信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说，谁是主谋？是三皇子，都是三皇子指使的。我写，我全招。逆子，真是逆子！朕真是瞎了眼，竟然养出了你这么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传朕旨意，将三皇子禁足在王府中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得踏出王府一步。立刻释放张大人，恢复原职，赏黄金100两，锦缎1000匹。黎大人，燕指挥使大恩不言谢。如果不是你们，老夫今日恐怕已经身首异处了。这份恩情，老夫没齿难忘。以后2位有用得着老夫的地方，老夫万死不辞。张大人言重了，为国除奸是我们分内之事。原来这把刀也可以用来保护好人。黎半夏，你不仅揭发了顾家的阴谋，还帮朝廷揪出了三皇子这个逆贼，功劳卓著。朕现在就下旨册封你为户部仓场侍郎，正5品，
即刻上任。新任户部仓场侍郎黎大人到，睁开你们的眼，看清楚！参见大人。黎大人，您来了。前任侍郎李大人呢？李大人身体不适，正在家休养呢。仓房的事情暂时由我代为打理。黎大人，您初来乍到，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我。入库1万担，实存不到3000担，这账是怎么记的？黎大人，仓场一直都是这么管理的，没什么问题。您一个姑娘家，哪里懂这些粗活？不如还是回京城享福去吧。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们这些老骨头就行了。把所有的账本都搬到这里来。是，黎大人。从今天起，我们重新核对每一笔出入库记录，一笔都不能漏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，不把这些账目理清楚，不把仓堂的积弊清除掉，我们绝不回家。终于找到了，全部查封，即刻运回官仓补给亏空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是，黎大人。清点完毕，便可分批起运吗？选派稳妥人手押送，沿路逐项查验，严防半路出岔子。这些是追回的被盗物资。李大人，你们利用职权虚报数量，倒卖军械粮食，这3年的账该结了。黎半夏，你血口喷人，这些都是你伪造的证据，你故意陷害我！陷害你？带进来。你说是不是李大人和刘管事指使你们倒卖仓场物资的？是李大人和刘管事让我干的。他们说事成之后会给我好处，如果我不干，就会杀了我全家。送去北镇抚司，交给燕指挥使。从今往后，谁敢再贪污挪用朝廷的物资，严惩不贷。自此以后，粮物入仓须经验收、管仓、账吏3方依次划押，缺一则不得入库。每月例行全面盘查，恪尽职守者立给赏银，懈怠渎职之辈扣除月俸，重则革除仓役。往日行事闲散，如今规矩繁苛，我不愿在此当差。一介女流，怎懂仓务经管？咱们尽数辞工，看仓房如何运作。既无心供职，即刻结算月减，遣离仓场便是。将为首资事2人革除仓籍，永不录用。这是你本月勤勉履职之赏。多谢黎大人，多谢大人。账本拿来。自从黎大人来了，咱们这账清物准，活干着也舒心。黎大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你竟然把这个烂摊子收拾得这么好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哈哈哈哈！黎大人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吃吧，爱吃不吃？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谋逆，快放我出去！太子殿下救我呀！太子殿下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非要陷害黎贝夏，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爱上你。顾灵，你说话啊！你以前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害了我全家，你个没用的男人！婉宁，你别着急，太子殿下一定会救我们出去的。等我们出去了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？我现在连死的心都有了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死我了！你闭嘴！都是你这个贱人害了我！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害了你，顾灵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说爱我，说要帮我复辟前朝，让我做皇后的。是你自作聪明，想要陷害黎半夏，拉黎家满门顶罪，现在失败了，你反而怪我。我那都是为了你，如果不是为了救你，我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！为了我？你不过是利用我实现你自己的野心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爱我，你只是看中了我前朝公主的身份，想利用我拉拢前朝旧德，为你自己谋取前程。吵什么吵？都给我安静点！我后悔低估了他，我后悔没有早点发现他竟然也重生了。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自负，没有那么急于求成，
或许现在的结局就会完全不同。少爷，顾家旧部已集结人手，准备在押送刑场的路上劫囚救人。朱雀大街守卫最薄弱，53刻囚车行至此处时动手。记住，劫囚时优先救我，不必管其他人。沈婉宁和那些旁支都是累赘，带着他们只会耽误逃跑的速度。我逃出去，自然会联络江南的旧部，东山再起。李半夏，你给我等着！顾公子有什么吩咐？这是我身上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，把它交给顾中，告诉他务必按照信上的计划行事。事成之后，我必有重谢。顾公子放心，我一定送到。指挥使，这是顾灵写的回信。果然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，为了自己活命，连自己心爱的女人和族人都能抛弃。通知下去，立刻调集所有能动用的锦衣卫，在朱雀大街布下天罗地网。记住，要留活口，我要把顾家的残余势力一网打尽。听说了吗？顾家的那些旧部准备劫囚呢，就在朱雀大街动手。劫囚真是不自量力！燕指挥使早就布好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呢。也是，不过听说顾离那小子够狠的，竟然让旧部只救他一个，不管沈婉宁和其他人的死活。可不是嘛，真是个薄情寡义的东西。沈婉宁为了他，连离家满门都想害，结果到头来却被当成了弃子。不可能，林哥哥不会这样对我的，他说过会永远保护我的。怎么不可能？他的回信都被燕指挥使截获了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沈婉宁是累赘，不用管。唉，真是可怜啊！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婉宁啊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，有爷爷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付出了一切，换来的却是累赘。来人！我要见燕指挥使，我要揭发顾灵，我要揭发他所有的罪行。喊什么喊？有什么事儿？我要揭发顾灵。顾老太爷当年不仅收养了我，还一直在暗中联络前朝旧督，策划复辟。顾灵早就知道这件事，他还准备在劫囚后逃往江南，联络那里的旧督继续作乱。我知道他们所有的联络点和暗号，我要让顾灵和我一起死，谁也别想逃。备车，我要去北镇抚司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仓场的事情不忙了吗？忙完了。我听说顾家旧部准备劫囚，还有沈婉宁揭发顾灵的事情了。沈婉宁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，我们已经掌握了顾家在京城所有残余势力的名单和联络点。那你有把握将他们全部抓获吗？顾家是百年世家，门生故意遍布天下，他们的旧部里肯定有很多武功高强的死士，而且他们对京城的地形非常熟悉，万一有漏网之鱼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前世就是因为有几个漏网的顾家旧部，在离家被抄家后还不断追杀我，这一世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。你放心，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我已经连夜从北境调来了300名精锐锦衣卫，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，对付这些江湖草众绰绰有余。而且我在押送囚车的沿途安排了上榜干事，只要顾家旧部一露面，就会立刻被我们发现。劫囚当天，我会亲自带队押送囚车，坐镇指挥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跑掉。一切小心。呸！平日里自诩清流，没想到背后竟干这种勾当。世道变了，曾经显赫的顾家，今日也要见阎王了。闲杂人等退避，死囚过境，冲撞者死！快了，只要冲出朱雀大街，我便能东山再起。杀！救顾公子！在这儿，我在这里，快救我出去！收网，一个不留。北镇抚司板，我要靠着杀无赦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燕子，你竟然早就布好了局！你这个疯子！禀指挥使，顾家乱党已悉数抓获，无一人逃脱。
你是故意的，你一直在耍我。你的美梦该醒了。帮我弄一包砒霜来。沈婉宁那个贱人敢背叛我，我要她死！这是从顾灵那里截获的，他准备毒死沈婉宁，报复他的背叛。他已经丧心病狂了，如果不除掉顾灵，他还会继续像毒蛇一样找机会报复。这一事，我绝不能留后患。顾灵，就地正法，立刻执行。原来权力真的会让人沾血，原来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代价竟然是变成曾经最厌恶的那种屠夫。黎半夏和燕慈果然没有让朕失望，办事果断、干净利落，没有留下任何后患。顾家所有成年男子全部赐死，顾家女眷全部罚没为奴，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整整100多口人，整整10年的血海深仇，今天终于报了。顾灵，虽然你没等到公开受审，但落得如此下场，已是便宜你了。都结束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也不要去管了。我知道，爹。爹、娘、祖父，你们前世的仇已报了。顾家的事情终于了结了，黎家的丝绸和茶马生意也该往西域和海外拓展。黎大人接旨，800里加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江南地区遭遇100年不遇的特大洪灾，江水泛滥，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，粮食短缺。现任命户部仓场侍郎黎半夏为钦差大臣，全权负责江南赈灾事宜，即刻起身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接旨。江南是黎家的根基，绝不能有事。江南灾情严重，而且瘟疫横行，太危险了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还要留在京城处理顾家的后续事宜，还要保护皇上的安全。京城的事情有副手处理，皇上身边也有其他侍卫，你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必须陪你去。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去江南。立刻清点所有的粮食和药品，能调多少调多少，全部运往江南。另外，通知江南的所有分号，立刻打开粮仓，向灾民发放粮食，不得有误。是家家。出发！曾经繁华富庶的江南家乡，如今竟然变成了一片汪洋。黎家虽富，但不为富不仁，百姓受难，我绝不能袖手旁观。停车！立刻打开粮仓，向灾民发放粮食和药品，再找一些空地搭建临时帐篷，让灾民们有地方住。是，黎大人。别怕，有姐姐在。岂有此理！这些人简直是丧心病狂，竟然连赈灾的钱都敢贪！别生气，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这几10万两银子本该是救命的钱，贪官一半，但这水患必须从根源治理。知识改变命运，这些孩子不能因为一场洪灾就毁了一辈子。
李大人，李半夏，您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如果不是您，我们早就饿死、病死了。这份大恩大德，我们永世不忘。这1个多月忙得脚不沾地，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虽瘦了1圈，但也值了。以前我以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只是求个离家平安兴旺。现在我才明白，离家的财富是用来承担社会责任的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仅要守护离家，更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，让更多人吃饱穿暖，读书识字。你变了很多。是啊，我变了，我终于明白爹说的话了。从前一心只为报仇守家业，如今才懂财富本该庇佑苍生。往后踏实兴商办学，让更多寒门稚子有读书的机会。往后办学所需银两，我尽数帮你筹措。有你相伴同行，方能踏踏实实把善事长久做下去。江南一行虽苦，却让我看清了离家的未来。顾家的事情已经彻底了结，接下来我们要全力发展离家的生意。按照之前制定的计划，逐步收缩两淮盐饮的生意。家主，盐饮生意虽然利润不如从前，但胜在稳定啊。如果贸然收缩，会不会影响离家的收入？我知道大家的顾虑。近年来，朝廷对盐税管控愈发严苛，盐饮风险巨大，而丝绸和茶马的利润是盐饮的3倍以上。我们要把精力和资金投入到更有前景的产业上。我已在苏杭、湖州买下3000亩桑田、5000亩茶园。我们要引进最先进的工艺，提高产量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开辟海上丝绸之路，将离家的货卖到海外各国。万事开头难，但在燕慈的护航下，第一批海外货物卖出了10倍高价。半夏，离家交到你手里，我放心了。李大人，这个月离家的丝绸生意又翻了一番，户部仓场的收支也全都对上了。北京大将军周易急信，呈给户部仓库侍郎黎大人。离家运送的军粮会有大量发霉粮食，3军战力受损。离家若不给个交代，本将定带兵进京，讨个说法。不可能，离家运送的每一批军粮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，绝对不可能出现发霉的粮食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周将军脾气火爆，要是真的带兵进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周将军久经沙场，绝不会无端捏造事实，此事必然有人从中作祟。可眼下真相无人知晓，周将军脾气火爆，要是真的带兵进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若真引发兵变，离家覆灭不说，连太子也会被牵连。大人，京城这边立刻准备。我要亲自去北京查明这件事的真相。你不能一个人去北京，北京局势复杂，最近鞑靼人经常在边境骚扰，非常危险。我必须去，军粮的事情关系重大，如果我不亲自去查明真相，离家就完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陪你一起去。有我在，没有人能伤害你。你是锦衣卫指挥使，肩负着保护京城和皇上安全的重任，不能轻易离开。京城的事情有副手处理，皇上身边也有足够的侍卫，你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向黎伯父交代？再坚持一下，明天就能到北京军营了。李半夏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就是你们黎家送来的军粮，里面全是发霉的粮食。我的士兵吃了这些东西，病倒了几百人。
你说这件事怎么解决？周将军，能不能带我去粮仓看看？我要亲自检查一下所有的军粮。跟我来。周将军，这些粮食不是离家运送的。不是你们的，这批军粮明明是你们离家的车队送来的，交接手续也齐全，怎么可能不是你们的？交接手续可以伪造，火漆印记也可以模仿。你看，这个印记的边缘比较模糊，而且离家徽制的笔画也不对。还有，离家的每一粒米上都有一个极小的离字，这些粮食上没有。看来是有人故意在运输途中将好粮食换成了发霉的，嫁祸给离家。这件事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小人句句属实。在运输途中，我们在皇家漕运的中转站停了3天。当时有几个自称是漕运衙门的人说要检查粮食，将所有的粮袋都打开看了一遍。皇家漕运，皇家漕运是由四皇子掌管的。四皇子觊觎储位已久，这是想离间太子与北境大军，再趁机夺权。好狠的绝户计！是四皇子，是四皇子指使我们干的！好一个老四，通敌叛国，危害边防！传旨，将四皇子禁足王府，无止不得踏出半步，彻查漕运，严惩不贷。李大人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你，请你原谅。李大人，之前是我鲁莽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你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周将军也是为了士兵们着想，我能理解。这件事不怪你，要怪就怪四皇子居心叵测。周将军放心，以后离家运送的每一批军粮和军饷都会经过3道严格的检查，从粮食入库到运输途中，再到军营交接，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专人负责，并且签字画押。一旦出现问题，立刻追查到底。好，有黎大人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以后北境大军的后勤就全拜托给黎家了。我周毅在此保证，只要我在北境1天，就永远信任黎家，全力支持黎家的生意。这匹马名叫踏雪，是我去年从鞑人手里缴获的，日行1000里，夜行800，希望他能陪黎大人走遍天下。多谢周将军，我很喜欢。恭迎黎大人胭脂挥使凯旋，太子殿下特遣奴才在此迎候。四皇子这回是彻底完了，太子之位稳如磐石，全亏了黎大人啊！可不是嘛，这黎大人往后前途无量啊！皇上，臣等有本启奏：户部左侍郎黎半夏，身为女子，出入军营与男子并肩而行，更是与锦衣卫指挥使晏慈过从甚密，有伤风化，败坏朝纲。臣等恳请皇上罢免黎半夏的官职，以正视听。臣等恳请皇上罢免黎半夏。放肆！黎半夏为国为民，居功尽瘁。他揭发顾家谋逆，整顿户部仓抢，前往江南赈灾，远赴北境查明军粮真相，哪一件不是大功一件？你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却只会在这里搬弄是非，污蔑忠良。谁再敢污蔑黎大人，朕定斩不饶！半夏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那些老臣思想守旧，你不要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。臣谢皇上信任，臣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只要能为朝廷做事，为百姓谋福，臣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说得好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你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胸襟和才干，实在难得。户部左侍郎黎半夏，临危不乱，远赴北境，查明真相，洗清冤屈，功劳卓著，特升任为户部左侍郎，正3品，赏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。臣领旨谢恩。我知道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但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晏慈会一直陪在我身边。关于这笔军需后勤的拨发，黎大人有何高见？各地粮仓就近调运粮草，缩短路途耗损，能省下不少经费。
若中途遇训涝延误输送，可有备选之策？提前预备沿线民间囤粮，危急之时就近征采补用。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决定对黎家的产业管理制度进行改革。我提议废除族老世袭掌管产业的制度，以后黎家所有的产业都实行能者为之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黎家的产业是祖宗留下来的，理应由黎家的子孙世袭掌管，怎么能随便交给外人？就是，我们是黎家的长辈，凭什么要听你一个晚辈的指挥？既然叔伯不服气，那我们就来打个赌。你们分别负责一个丝绸和茶马试点项目，我也负责一个同样的项目。3个月后，我们看谁的项目利润高。如果你们赢了，我就再也不提改革的事情。好，赌就赌。2叔3叔的项目亏损严重。家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以后全听您的。燕子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你告诉我好吗？这封信是我娘写来的，她说她病重，快要不行了，想要见我最后一面。那我们立刻去江南。你不知道，半夏，我不是江南严家的正经少爷，我是个私生子。我娘是燕家老爷的外室，当年燕家的正室夫人容不下我们母子，将我们赶出了燕家，还派人追杀我们。我娘为了保护我，将我送到了京城，自己则躲在了江南，隐姓埋名生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直不敢联系，就是怕被燕家的人发现。都过去了，燕子，我陪你一起去江南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阿慈，是我的阿慈回来了吗？娘，我回来了，儿子不孝，现在才来看您。那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夫人是忧思过度，只要好好调理，保持心情舒畅，病情自会好转。好孩子，谢谢你照顾阿慈。这么多年，他一个人在京城受了很多苦，以后他就拜托你了。阿慈，我是爹呀！这么多年，爹一直很想你们母子，跟爹回燕家吧，以后燕家的家产都是你的。我没有爹，当年你把我们母子赶出燕家，派人追杀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现在我有权有势了，你就想来认我了？晚了。我知道当年是我不对，我也是被那个女人逼的呀。你就原谅爹这一次吧。不必了，我们母子过得很好，不需要燕家的任何东西。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听说了吗？那小院里的女人是狐狸精，专门勾引燕家主。何止啊！那锦衣卫指挥使还是个不孝子，亲爹上门都不认。燕红既然想玩，那我就陪她好好玩。从今天起，全面打压燕家的生意，切断他们所有的货运，抢走他们所有的客户。我要让燕家在江南再也没有立足之地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救救燕家吧！当初你散布谣言砸我商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燕家变成这样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阿慈，看在我们父子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帮帮爹吧。燕家是祖宗留下来的基业，
不能毁在我的手里啊！阿慈，算了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血浓于水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若非为了让娘心安，我定不会轻饶。好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我有条件。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第一，燕家必须分家，将燕家一半的家产分给我娘。第二，从此以后，燕家的任何事情都与我们无关，你们再也不能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如果你们答应，我就帮燕家度过这次难关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，以后燕家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。陛下，唯有如此，方能减轻百姓负担，固我大钱根本。厘清所言极是，朕心意已决，谁再阻挠，以乱政论处。黎大人真乃女中豪杰。黎大人，这储备粮仓制度一出，各地官员再不敢克扣赈灾粮了。不仅要建得大，更要管得严。丰年时，我们以高出市价2成的价格收粮，绝不能让谷贱伤农。大人，今年家里的余粮都换成了真金白银，再也不怕灾荒年了。有粮在仓，天下方能心安。主子，今年咱们黎家的货已经卖到了南阳，这是那边商人刚送来的定金。黎大人的丝绸在我们的家乡比宝石还要珍贵。告诉他们，只要大钱的商路通着，黎家的货就源源不断。如今黎家生意遍布全国，远销海外，我这天下第一商的名号终于是坐稳了。大人，这是江南送来的丰收奏诏，请您过目。大人，这是本季度的商业报表，国库收入又涨了。现在，朝廷的财政大权几乎都掌握在我的手里，我成为了大前朝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女子。今年全国的粮食产量又创新高，国库收入比去年增长了3成。陛下，黎半夏把持户部，权倾朝野，且身为女子，在外抛头露面，实乃乱了大钱法度。臣更有证据控告黎家生意存在中饱私囊之嫌。严大人，你口中的证据是这几张伪造的商号账目吗？早在3日前，本官已查明此事系你受人指使诬陷，相关人等皆已落网。陛下，此人结党营私，企图动摇国本，请圣裁。大人，这些刺客意图潜入府下行刺黎大人，已被悉数捕获。凡动半夏者，绝不姑息。带下去，顺藤摸瓜，将背后之人连根拔起。今天在殿上，多亏你及时拿出那些证据，否则那帮老顽固又要纠缠不清。守护你，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。今晚娘说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鱼，咱们快些回去。这3年，燕慈就像一个守护神一样，默默地为我遮风挡雨，处理了所有不利的人和事。别太累了，早点休息。黎大人，不好了，皇上驾崩了！朕今日承继大统，首先大赦天下，减免全国百姓3年赋税，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。皇上万岁！万万岁！黎半夏听旨，你在先帝朝辅佐太子，整顿户部，赈灾安民，功不可没。朕登基后，封你为太子少府，正2品，赏赐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。臣谢主隆恩。晏慈听旨，你护驾有功，屡破大案，忠心耿耿。朕封你为镇国将军，掌管京城所有禁军，负责皇宫和京城的安全。臣遵旨。先帝将江山托付给朕，朕如履薄冰。朕的江山，以后就拜托2位。报！北境急报！鞑靼率10万铁骑大举入侵，已连破我大前3座城池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百姓死伤无数。朕刚登基，这群蛮夷便觉得朕软弱可欺吗？谁愿领兵出征？陛下，臣愿领兵出征，抵御鞑靼人。好，朕任命你为兵马大元帅，率领20万北境大军出征，务必将鞑靼人赶出大前的领土。臣遵旨。陛下，臣愿全权负责大军的后勤供应，臣保证绝不会让前线的士兵缺粮少衣。好，有黎大人这句话，
朕就放心了。陛下，臣愿带领5000锦衣卫精锐，深入鞑靼人的腹地，收集情报，扰乱敌人的后方，配合周将军作战。准奏。每一批粮食和军械都要在3天内出库，务必准时送到前线。谁敢延误，按军法处置。是大人。撤，下一处。陛下，鞑靼可汗以俯首称臣，年年进贡。众卿平身，今日朕要重赏3位功臣。给你看个东西。上面写的竟然是顾家原先的宅院地址。我把顾家的宅院买下来了，我知道那里对你来说有太多不好的回忆，所以我让人把宅子平了，改成了一处马场。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骑马散心。别太累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马上就好了，还有最后几本账目。半夏，从2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你在赌场门口救了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你。男人的命不是用来赌的。那时候我是一个一无所有、被家族抛弃的妻子，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暗下决心，这辈子一定要保护你，陪伴你。这2年多来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一起对付顾家，一起整顿户部，一起赈灾，一起打仗。我看着你从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官，变成了大钱的支柱，我越来越爱你，越来越离不开你。半夏，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刀，为你披荆斩棘，为你遮风挡雨。我愿意一辈子陪伴你，无论贫穷富贵，无论生老病死，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前世的背叛和痛苦仿佛还在昨天，但这一世，燕慈用她的温柔和守护，一点点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。听着外面的锣鼓声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幸福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今日朕亲自为尔等证婚，愿我大钱柱石，永结同心。在朝堂上，我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，我掌管户部，他掌管禁军，我们配合默契，一起辅佐新皇。累了吧？先吃点夜宵，我给你揉揉肩。如今万事皆好，我就盼着能早点抱上孙子喽。有你在真好。快让外公瞧瞧！哎呀，这孩子长得真精神。这眼睛像燕慈，鼻子简直和半夏一模一样，长得真是虎头虎脑。爹终于可以安心的颐养天年。我将黎家的生意交给了父亲精心培养的几位大掌柜共同打理。经过这些年的历练，他们已能独当一面，而我则能专心辅佐新皇。在新皇的治理下，大前朝政治清明，经济繁荣，曾经破败的江南恢复了繁华。动荡的北境也已安定祥和，大前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、最富庶的国家。半夏，我们一起守护着盛世繁华。